我觉得这3部最大的鼓励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服装的 Fashion Film Festival 的一个定义，对不对？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很陌生，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其实 Fashion Film Festival 的缘起是一个女士，她是一个很 iconic 的女士，叫 Diane Pernay。 A Shaded View. I am a Paris-based journalist and the founder of A Shaded View on Fashion Film. The festival is a study in the drama, power, and personification that fashion evokes and commands on screen. My background spans fashion, journalism, costume design, talent scout, curator of exhibitions, and filmmaking. Maybe it was 10 or 11 years ago. I was making like little films like on Bernard William and different people called chapels. And I thought way back then that it would be nice to make a festival of fashion films. So that's 10 years ago. And I looked around and there was really nothing out there. So I put the idea on the back burner. And fast forward, to like 4 years ago, 2006. I decided, 2005, that now was the time to make the Fashion Film Festival because there were some. Sophie, ma chérie, tu es magnifique. Laisse-moi te regarder. Merci, ma tante. C'est le dernier cr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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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of all, I really wanted to show the panoply of ways you can express fashion through film. And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n the last 2 years, the whole idea of making a fashion film has just exploded. So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o give a possibility to a lot of emerging talents, but in order to get an interest into an emerging talent, you have to have names of established talents. And anyway, the emerging talent often grows into the established talent, whether it's fashion or film.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fashion and film, and to support each, because many directors are afraid of fashion designers. I noticed that when I was a costume designer. To show how fashion can support film and vice versa. You know. 第一次拍了一个3部短片，然后居然时装电影的创始人写了一封信给你，在看完你的片之后。对，他写说不可思议 ，Bravo， 你的片子让我们都很惊讶，然后你们的心血都 overwork， 都就是 underappreciate， 就是他很 appreciate 我们的这个短片，然后他甚至于还把我们的第1部短片I think it because 他的朋友是 Jean Paul Gaultier，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的片子让我想起了一个未来版本的短片的第5元素。哇！所以我觉得 I was like, wow， 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Luc Besson 是我的 idol 跟 icon，so I think that was quite an impressive。意义太重大了，这意义太重大了 ，I think 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大家就全体那时候就发疯了，就说一定要发疯的， Oh my God， 真的。比喻真的是让我们都很。这就像我很尊崇的某个导演，然后我可能永远看着他的背影，然后再成为一个演员。突然有一天，他看完我的表演，写了一封信给我，跟我说了一样的话，是肯定我的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一样的那么的。所以你刚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你自己是？我已经就是 like 开心到我已经不知道我说不出话来了 too，cause I'm like， wow， 哦 ，actually 写的信不是他，是他说的，请他助理写给我的。也可以啊，他没有空自己写给你啊。我跟你讲说你的片子，让他提醒，让他就是以此类推的。对。然后后来 Diane Pernay 跟我我们就密集的一直联络了，因为他人真的很好。所以你跟他现在已经直接有联系了？有，我们就常常不定时就会 email 来，对。
你刚才讲到说你想聊看自私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其实因为首先谢谢焕儒的邀约这一次，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 personal 的，我原本不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你跟我这么的好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走出一个路，也希望别人也可以走得出来。原本自己作为我自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第一，它是一个很 toxic 的一个，它是一个很 toxic 的一个 profession，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残留，会有很多的布料，会有很多的一大堆东西会留在这地球上面嘛。那我觉得自私这件事情，我觉得在3年前，当然我觉得我自私指数还是很高，但是我可能原本是这么高，但是我现在有拉低一点点。那我其实也只是想说，也想要跟各位就是提醒一下，尤其是年轻人，就是我到37岁、38岁才发现说，哇，原来有些人可以那么自私，就是像我，或者是我的某一段时候，我希望大家，包括我在内，越走会越前进，会越来越体贴体面，然后跟做一些对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想要跟你also 聊一下这个的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giving， 真的是很 giving。那也有一些年轻的人可能比较不 giving 一点。那我只是觉得说，假如我早一点知道，我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所以 I think 这3部片子的诞生，也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前提之下说，有没有要播出去给别人看，也可能我自己做出来，我不想要别人看到，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当然会最后面我们还是会播出来，但是我自己要走出了黑暗期，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有跟你提到说，我连名字都不想要有 credit， 我什么都不想有 credit。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要贡献出去的东西，不应该要回归到我的身上，因为这样就变得不是很公平。其中那时候有聊到的演员，他们都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去，我们要怎么去行销它，或者放在哪个平台上面？我其实一并那时候都不知道，我也不想去想它，我也不想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因为我觉得 supposedly 这个东西，假如我原本就算出来的话，我的指数也会比较高，因为我会贪心，我会希望他成名，我会希望他有名，我会希望他有很多人看到，会有很多人喜欢这个音乐。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把全部的这些monetary 的东西先放开来，我也没有去想它。那刚好我们配合的演员跟歌星都很同意，跟很赞成我们做的这次的动作，所以一并的每一位都是也是很支持我们，所以也没有就是原本问我们会在哪个平台，我后来一并他们都说没关系。只要我们的作品好，我们到时候再说都没关系。蛮不可思议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接了一个案子，有人跟我说，你现在拍的这个东西，未来不晓得会放在哪里。是。然后对方只跟我说，他拍这个片的原因，他的动机是什么，就很像你这部片一样。是。然后居然导演或者说创意总监不想挂名字。是。很傻，但是还是挂了。对不起，但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真的是很 pure， 可以这样讲吗？是，对，你就讲纯粹做一件事情，不管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是，对不对？是。I think 我当然还是有很多的空间要去学习的。那越走年纪就越来越大了嘛，当然，所以只是again 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趁年轻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也要把握时间。跟把握自己的爱心，因为有可能就是 for whatever reason， 还好 I'm very happy 我有做到这些东西within the last 2-3年了，所以我很开心。我觉得我现在是过去是怎样？我想听过去我一定会挑爱情。一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翻山倒海会挑爱情。对，我可能也觉得我在爱情这堂学分里面，这堂课里面，我已经被当掉很多次了。我到底还想不想修，我并不确定。